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听过无数次的地方，也是再次回到非洲重要的一站。就让我带大家看看这个神奇的撒哈拉之旅吧。今天的巴塞罗那依然是天气很好，不过我要去摩洛哥了。现在我去机场，等一下就飞马拉喀什。对，我老是和马斯卡特搞错。那它这个袋子呢？虽然我已经去掉了很多行李，确实比以前轻多了，但我感觉还是有个8公斤。啊，骑着还是时间长了会挺累，所以得赶紧去纽约换包。我已经过了海关了。其实有个小 tag， 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就是去了安道尔，它其实我们不是下车去盖章嘛？那其实你过安道尔的时候是可以不盖章的。如果你去的时候盖了章，回来的时候最好也盖章，这是网上说的。那因为就是有来有回嘛，那不然的话就变成单程。但是我在这里过海关出境的时候呢，他好像也没有看，就直接敲章，所以我觉得那确实那么多章他也不会看那么细，其实无所谓吧。对，但是如果你下车去敲了章在安道尔，那你最好也敲个章吧，以防万一。别看天气拍得很慢，其实有点灰蒙蒙。我感觉紫外线挺强的，而且挺热的。刚才飞机落地的时候，大家都鼓掌，我都懵了，我靠，这是有多危险呢？这是摩洛哥这边的起伏。已经顺利入境马拉喀什，总是堵车。然后大概花了半小时吧，因为队排的有点长，刚好几架飞机一起到了。那没有遇到任何的刁难吧？因为看图就知道，我拍视频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有刁难，因为它这很国际化，我感觉这个窗口怎么会有可能问你要小费？是不是？我的走线装也到了，但是这里无人机是不能带的，当然我也没有带，就提醒大家一下，这无人机是一定被禁的，而且肯定被海关收上，所以就大家注意。接下去的步骤就是要换钱，然后去坐机场大巴，还要换一张 SIM 卡。OK。在这儿排队吧。说实话，一个人出来时间长了以后，找这种机场巴士什么交通，信手拈来，真的是擦擦所有。在如此久的冬日之后，第一次又穿上了短袖，让我十分的感慨。马拉喀什的城市非常的整洁，甚至伴有很多的绿化结构，比开罗的城市规划感觉要合理和干净非常多。车只能到外沿，然后中间都是市场一样的地方，中央市场那里超级热闹。现在是傍晚时刻，太阳还没下山。这里太阳下山时间是6点多，所以这是一个变成国内一样合理的时间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人耍猴戏，各种各样的摊贩。我觉得这边虽然很热闹，但有点混乱。不过幸好游客还蛮多 ，so 我可以先跟着刚才来的人一起走。在这种地方旅行的关键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不要理任何人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就不要理，因为很多人会想来帮你忙，不过没必要理他们就是。然后你自己背好你的包，管好你的包，不要让你的包就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是背在后面，但我推荐女生还是背前面吧。哇，这游客真的很多啊，我觉得很混乱这儿，但是确实不错，有很多警察，但我觉得他们真出事是不会管事儿的。差不多了吧？哇，这地方你听这声音。但现在温度其实很好，它是25度，但晚上昼夜温差很大，因为这边地处沙漠边缘嘛，晚上会降到7度，直接降20度左右。昼夜温差。我们终于看到亚洲面孔。进小巷以后，我要保持拍摄，以防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说不清。这也是一个办法。你在拍摄的时候，大家会对你友善一点。哇，前面一个人推着生蚝的自行车，后面都是生蚝，柠檬生蚝，他直接可以停下来挖给你吃这种。但马拉喀什没有在海边啊，没有，好奇怪。
这里的人和埃及明显有不同，虽然都是北非，但是因为经度纬度的关系，可能会有差别。这人看起来就更像欧洲人，很多肤色偏白。小巷真是太挤了，人又多，有一种乌烟瘴气。因为这里 AQI 真的很低，很差，很高应该是。对，我已经在欧洲待那么久，就很久时间没有感受到空气变差了，除了在米兰的时候。还有一个我不得不说的原因就是，我拎的这个袋子看起来像是一个特工，里面全是装备，大家也摸不透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来旅游，所以就不敢惹我吧。走过这样的小巷，是不是很屌？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的妖魔化吧，乱肯定是比欧洲乱多了，但是也没有必要夸张到这种程度。哇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又干哪儿来了又？还有天气哦，一个怎么地？我放个包的功夫，太阳就已经下山。那这种街道好漂亮，刚才就是这两个小孩带我去找到那个住宿的。What's that? Oh, yeah, you can see the face. Is that cool? Yes. 刚才和他们踢了两下球，屁股就抽筋了。哎呀，太久不运动了。And 我定了明天早上7点钟就去撒哈拉沙漠。然后是一个3天的行程，所以我不得不回来海丁这个酒店，因为到的那天是晚上8、9点，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行李放在这里，就不用再拿着走了，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主意。然后最后一天我会去卡萨布兰卡，让我们来看看这边都有什么好吃的。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些小巷的颜色，很漂亮。我也没概念。最后一点的夕阳了，下面就是小巷。Oh, it's cool. Thank you. 这是当地很出名的塔吉锅，这个是鸡肉塔吉锅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反正看着炸鸡块饭什么的，这个比较北非吧，就是埃及有很多这种东西。我刚洗完澡，明天早上7点钟就要车来，有人来接我们，所以就有人来接我。他去4天的 safari， 然后刚才有个德国姑娘是3天，但是报的不同的团。然后今天晚上吃完饭，我碰到的那个夫妻，他们也是不同的 safari， 就大家都报了 safari， 但是都不是一个团，好像我是最划算的那个。The next morning， 现在是早上6点半，天还是完全黑的。然后外面在 Pride 那个礼拜的声音把我们吵醒，不是，但我们重点就是，等会我们就得立刻的去，有人来接我们去撒哈拉，所以都是7点出发，大家纷纷都起床了。来这儿的基本都是为了这个吧，只是运气好，明天大家都是今天出发。超级多的，很快就有人来接我。油头小哥带着我在四下无人的复杂小巷中疯狂穿梭。我现在是最早的一个，大家都还没到，只有我是，天哪！但是他其实最后都会接到一起集中，我才是。因为起得太早，大家都四顾无言，安静地沉浸在车程中。现在下到了一个山上，反正一直是山路。这里是纪念品，其实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峡谷，然后司机让我们下来
海角所有的车基本都哇，还有人爬上去，这什么时候上去的？那个人已经爬到上面去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上去的，感觉狼牙山五壮士一样，突然就爬上去，真顶。啊，是他在说冷啊 ？OK， 笑死。这边其实还蛮壮观的，因为它的现在高度有2000多米吧，哇，风很大，风很大。我们真的是冻死了，简直是这个比我们遇上的冷很多，所以就上半身穿的热，下半身没穿。哦，这好多骆驼，这是什么玉石吗？不敢想象在非洲我能看到拥有雪线的雪山。是我们的导游吗？在经历了长久的睡眠以后，我来到了阿伊特本哈舍，是不是？就是拍木乃伊角斗士的那个电影工厂。在这儿它是有一个取景地吧，然后后面破破烂烂，这边可以做 ATV，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反正我们现在的火车的乘客都在这里等着，那现在温度就已经好很多，上午真的是冻死。其实这个地方也挺破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主要是显出荒芜的那些状态吧。到这边你看到还在大兴土木修这个城，平常会有很多来这里拍电影吗？我觉得就是偶尔1-2部取一下景吧，而且只会取那么一点点。哎，这一块竟然还要走这种路，还挺不方便的，要一路往下走，然后再走到对面的山上去。前铺到这都是沙的，我开头以为还是有1-2块石头的。蹦出2只小猫，还知道那边，这猫是真的多。这是真的有防护作用啊！它只是加固这个泥土，是不是？对。OK。这里还有秸秆什么的，什么，你看，竹子什么。加固泥土。对。要不都。我开头还以为是防卫作用，我在想这防自己人吧。拿衣服。屋子是干什么的？就是被炸弹炸一下那种轰掉的感觉。是那个《权力游戏》那个取景吧？那是我看底下画的那个什么龙在上面飞那个。这里有这个景吗？我前段时间刚看完，因为我去杜布罗夫尼克了嘛，所以我又重新补了一遍。有这个景吗？我不知道哎。现在已经来到了山顶之上，这边视野很好，虽然只有小坡，这儿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这还依然可以看远处的雪线，它那个雪线比较帅。现在太阳很晒，非常的紫外线非常强，然后我们在太阳下面就是非常，但是背过阴去就特别的风沙，很没落个，很没落。小红书告诉我们，官方选的餐厅又难吃又贵，于是大家果断选择到隔壁餐厅聚餐。而且你可以从屏幕上调的。所以好多猫咪呀，好可爱！哎呀，你又来了。鸡肉塔价便宜吗？50。我现在就是今天吃的是蔬菜塔鸡，太多以后小心地方太多了。跟昨天蔬菜鸡塔鸡就跟昨天是纯鸡肉，稍微有点不一样。但这个蔬菜好像土豆、胡萝卜，也没有什么蔬菜嘛。因为前面耽误了太多的时间，所以当下一站又到了电影工厂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进去，而是选择加快速度前往今天晚上住的地方。现在是7点多，太阳已经完全下山，黑很久，山路也开了很久。我今天其实时间点就迟到了很久，到现在都还没到。现在是分别几户的下人，就它也不是固定的，就随机挑选。所以我们不知道，现在车上大概还有一半的人吧，要去下一个站点，不知道到哪里，反正很随机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呀，救命啊！最后终于又在半个小时以后，我们终于到了一个酒店，不知道这里都是就是叫什么农家乐一样的地方呀，一家一家一家的。哦，哇哦，这就是中午吃的大锅巴而已。咋说呢？我觉得这个整体还可以了，是一个3人间住2个人，
OK 我，然后刚才这边热水出来了，超级热，就是所以说可以洗澡。那再加上它晚饭其实不好吃，WiFi 也速度也不快，那当然也不用追求什么。别的还行吧，我现在躺着感觉还行，也挺安静的。当然这附近是屁都没有啊。明天希望，明天又是一天的路程，希望能早点那个吧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晚安。可能因为有些人昨天房间开不了空调都被冻坏了，今天的早餐大家默然无语，闷头苦吃。开出去20分钟，突然到了一个叫什么路牌也不写了，叫什么 Monkey 峡谷。哦，好吧，好像也不止我们，大家都在这儿了。啊，这只狗好可爱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危险。OK， 如果有朝阳的话就更好看，可惜好像刚才那边被云挡。其实相比这些峡谷的，觉得远处那边被太阳照亮一点的山丘更漂亮，好像就是在撒哈拉中间一样，但其实它是山。开着开着，我们开进了一片沙漠绿洲。现在我们停在刚才来的那个绿洲，这打开窗户直接可以看到。有一说一，等一下，我调个光。这片绿洲真的很顶啊，就是都是棕榈树，让我想到了有点像那个是什么电影《阿飞正传》，他们在菲律宾采景的那个镜头场景，操，怎么那么亮啊？拉黑，不用拍我，拍窗外最重要。进入了一个峡谷，墙壁上刻的都是什么到此一游，都是会干这种事的人。这峡谷好壮观啊！这一部分我就不自拍了，我觉得看这个风景更重要。真的很帅。这滩涂就有很多水，然后它养活了周边的很多树木，就造成了其实已经接近撒哈拉地带，但是有很多可以说是沙漠绿洲吧，但其实也不算是沙漠绿洲，因为它就是接近沙漠位置，周围也可能是因此养活了很多小镇的居民吧。太大了，我们这里有3车的人，其实3辆不同的车嘛，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是一起行动的，所以大家就酒店住旁边，大家就很熟悉，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整体，就基本他们停我们也停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整体在参观这个峡谷，但哇，真的太壮观了。虽然其实它的高度我估计也不过是百来米吧，但是就看起来会特别的，而且阳光洒在这个岩石上，再加上蓝色的天空，又变成了很漂亮的一幅画。那两边还有溪流，但是峡谷中这个穿堂风啊，真的是很冷。刚才下车觉得很热，这个水中的倒映就被阳光折射的有点像是橙色的水流。其实在照片中呢，就是正常曝光那一部分的山岩加上天空，这一部分就完全处于阴影中，形成一个很明亮的反差吧，亮暗反差，拍出来就很好看。我刚才拍了一个照片，再加上地面是有水面的嘛，就有反射的倒影，就更帅。冷是他妈真的冷啊，不得不说。两边的山岩上还有很多小鸟住的窝，哇，超多鸟的哇，都不是一点，我刚才看出来，停在这里。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，人类显得是多么的渺小。其实我经常在旅途中会感叹这一个现象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这个水流是从哪里下来的？山谷中吗？但是这儿降雨量那么少的情况下，我知道了，是雪。我们之前看到那个雪山的雪线画出来的，应该是，所以这应该是冰川，不算冰川，在说什么？高山雪水，中山雪水。这里竟然还有，这个是酒店吧？
住在这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，但晚上肯定比我们那儿还冷。我们昨天晚上是真的冻死，就是我们空调是 OK 的，但是我听就隔壁他们都是很冷，有很多空调是打不开，就超级凉。自助餐虽然有鸡腿和猪肉，我都很少见，因为这是穆斯林国家嘛，它竟然有很多猪肉，甚至还有番茄炒变样的番茄炒蛋。但它收费200，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，在这个物价来说的话，不过味道还不错。就是这里苍蝇太多了，实在是有点恶心。在巴西小哥摆出这个生无可恋脸，几十分钟后，我们终于看到了沙漠的边缘。摩洛哥被誉为撒哈拉之门，而穿过这个大门，我们就正式到达撒哈拉沙漠。已经明白了，我们现在要骑这些骆驼进沙漠。那我要带上今天晚上所有东西，因为我回不了车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沙漠帐篷的营地里面，据说会非常的冷啊。那当然了，不过我希望顺利一点。现在其实就算太阳直射也不是很热，因为现在是冬天，但是紫外线很强，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。我在说什么呢？好像大家会来一样。We go, we come back. I have another excursion with the jeep, better than camels. You like to go to see sunrise, sunboard? We come back here with the jeep. Jeep. 这是什么？来自骆驼的愤怒吗？哇，好凶，好凶！好凶的！吼吼！上次我就没有拍骑骆驼起来，这次我看看我手拿不拿得住了，然后另外一个手还有不带，哇，他们起来了。By the way， 虽然我没拍到刚才那一瞬间，因为它突然变竖条了，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坐上这个骆驼了。OK，cool，really cool。我手机在我背上，可不可以？不要乱动，这个骆驼很爱动，我只能说，先挂一下我的带字。OK，that's safe。不过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是最后一个队尾 ，maybe 可以拍到更好的自己的画面吧。前面有个领路人带着是5匹骆驼，一对5匹，很符合。哦，这个下坡确实是有点颠了。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，哎呦我操！真的可以纪念一下琼瑶阿姨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怎么办能够向人世繁华？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给大家看我这个袋子已经破了，然后这衣服已经掉下来了。哇，现在破那么大洞，操！我得很小心的抱着它。我们超车，从2队变成了1队。那我袋子已经彻底破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就我的屁股也破，屁股尾椎骨的上面的皮也破了。我不知道我的骑骆驼的姿势可能有问题。骑骆驼就是人生，爬过了一座山峰，你也不知道后面这座山峰离你有多远，或许后面只是一块平地，但一般都是遥遥无际的山峰向你爬，就像人生。哦，我好希望他们骑摩托，那些骑摩托的人，就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，起跑线就比我们快。我在这里悟出了什么人生哲理吗？因为我的屁股已经磨伤了嘛，所以我明天选择坐吉普回去。那我们吉普区呢，好像就我们有3个人要坐吉普，剩下都坐骆驼。就因为坐吉普呢，我好像我的营地被升级了一样。进入营地后，我们的时间并不多，因为太阳已经要下山了。
眺望远方，它被起伏的山峦遮挡，阴影远比落山时间显示得更早到来。另一方向的山面被夕阳照射着变红，仿佛是一座火焰山。皮卡掀起的尘土让我们意识到此处的环境如此的与众不同。大家大概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，纷纷驻足观望或掏出相机进行拍摄，而我也加入了其中。现在我仅能做的就是在这儿荡秋千了。沙漠晚上就是很无聊，非常的无聊，不能洗澡，因为是冷水，不能洗头，晚上可能会被冻死，只能跟大家聊聊天。当然我们好像有个围炉夜话的活动，那边有个篝火，对，他说晚上会唱歌跳舞，具体不详，但这跟我想的《还珠格格》有点差别。在摩洛哥进撒哈拉呢，它其实只是进了一个撒哈拉的大门，他们就是这么称呼摩洛哥的。真正的就是怎么说，撒哈拉的沙漠的中心不在摩洛哥，可能在阿尔及利亚，再往南的地方，它是有好几个国家一起共享的，甚至连埃及都享有一部分的那个沙漠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沙漠。然后尤其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一块的那个沙漠里呢，它是富含石油的天然黄金。现在噪点应该很高，这边夕阳也已经差不多全下去了，那边反而是我更喜欢的，但是拍不出来哦。就那边它是一个很渐变的蓝色，非常的自然，然后因为夕阳的关系呢，那些山峰上、山脊上会有一些红色，就是红色山峰加蓝色，这样衬托得更漂亮。那大家现在都在干嘛呢？在充电，因为营地的电好像不是很够。and 有些人坐在沙堆上冥想，那感觉现在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。还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，在这儿就很明显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光污染真的很少，就勉强能看一下吧。晚上应该星星会更多。在最后的时刻到来时，沙漠给我们展现了丰富的渐变和火烧云。像我之前多次感叹的一样，大自然的渐变真的是人类用画笔和电脑无法复刻的东西。Now I missed something. 隔壁已经在打呼噜了，我觉得今天是一个 long night。我以为是所以是有篝火的，是不是勉为其难的篝火那么小？我靠，真的是太形式主义了吧！点根烟都是真火，我这也太暗了吧！这火都即将灭掉了，真的是。好，车里面了。现在是属于谁都看不见谁的地步。因为没有光污染，我看到了此生最多的星星，可惜相机拍不出来。The next morning. 现在状态就是大家在等早饭，本来应该要出发，但是也没人来接我们。大家昨天晚上都冻得要死，感觉真的是冻僵了。看这个，上了珠穆朗玛峰，是不是比这更艰苦？在等待驼队先出发之后，我们的吉普车队也即将出发。司机就是这个营地的老板，在他高速行驶中，我们随着吉普车不断地弹起又落下。我以为受伤的屁股会迎来更加惨烈的境遇，没想到沙子能带来出乎意料的缓震。在漆黑的沙漠中行驶，很需要经验。似乎老板压根不担心有陷胎的风险，反而因为看不到前路而冲出一个个沙坡的时候，换来我们不断的尖叫。This is Safi.
OK， 沙子就难走多了，一脚一个线，哇，线很深。这边是太阳的方向，所以等会儿就从这里看。路就是超级难走，陷下去很多，因为好难爬呀。幸好这鞋子竟然还没有进沙，我真的是挺佩服始祖鸟。哇，前面大家都在往上爬，所以我也跟着往上爬。接下去的时间，我们只需要安静的等待，即使在黑暗的寒风中，大家依然朝着一个方向抬手以盼。从脚下延伸到远处，连绵不绝的黄沙提醒我们，这里不是在冰原，而是沙漠，而且是世界第2大的沙漠。随着太阳不断的上移，天边由黑转黄，再变成金色。远处行驶的皮卡仿佛乐高玩具一样抽象而可爱。不多时 ，ATV 车队从看不到边的地方浩浩荡荡地驶来，他们是来冲沙的队伍。可以看到撒哈拉的沙子真的超细腻，然后我刚才脚里进沙，就感觉像有水流进了我的鞋子，但是倒出来呢就是粉末状的，非常的不可思议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细的沙子。等天正式亮起来后，1小时前出发的骆驼队终于也来到了这里。因为要看日出，所以他们走的是和进沙漠时不一样的路线。这时候，我转身看到了最极简的画面，是一幅由黄沙、2个人和天空组成的画面。Really cool. I will take a photo with you. You saw how hard it is to get up, right? After 5 times, man, you're like, nah. Okay, I think so. It's Yeah, too I'm not doing difficult. that. Yeah. Unless there's an ATV, Uh-huh. you know. Ready? Okay. Okay, go. Look good. Oh. Peaceful. 还在这里捡到了一个 GoPro 的 body， 我不知道它是 GoPro 几，不过都差不多。Made in China Type C。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，这里是上山难，下山更难。哦天！但其实直接跑下去会更方便一点，但我不想这么做。就在我看滑沙的一瞬间，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。哦，感受阳光，就是给自己充能了，太爽了。现在就虽然还是很冷，但是你会感觉到好像心头一暖，可能也是因为 GoPro 在给我充电的吧，我真的笑死 ，really good。那把这个日出送给大家，这个日出我觉得比我之前看到所有的日出那刹那都要好看。可能是因为这里够辽阔，可能是这里够平静，或许是因为有黄沙的这种衬托，让这个夕阳看着更加的神圣啊，遥不可及的感觉。Yes， 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不要感冒，对，不要再忍受寒冷。下面我就把这拍了1小时加速100倍的画面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喜欢沙漠中的日出。哦 ，OK， 我们是结伴而行的车。在
出来以后，这里有兜售那个沙子的小贩，其实他们都会用瓶子装一瓶回去，但是我这次没有。他们终于回来了，但只有他们人呢？哦，I saw that。怎么不全呢？人都没全，好像只来了一堆。之后，队伍中去往菲斯和返回马拉喀什的人要在这里做最后的告别了。而我同桌的巴西小哥因为要赶晚上9点的飞机，自己打车去了飞机场，希望他能赶上吧。到这里，撒哈拉的旅程正式结束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